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版本大更新基本上和我昨天预告的内容差不太多，唯一比较丰富的一些的就是这个战斗通行证这一块，因为昨天流出来的消息呢不是非常的明确，今天呢放出来了之后，很多人在疑问究竟通行证该不该买，然后该买什么样的。我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的一个看法，给大家一个推荐，同时新英雄我也会聊到对它的一些简短的分析。那么这一期最开始呢，我还是想吐槽一下官方的这个服务器，因为这一次更新过后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，这个服务器老崩溃，然后转圈的速度越来越长，等待结算的时间也非常长，包括我领一些任务的奖励的时间也非常长。我觉得真的官方目前更新到 1.13 你先缓一缓，不要考虑什么 1.135 或者 1.14 之类的，你先把 1.13 的服务器给弄好了。我觉得服务器的稳定是一个游戏体验最基础的地方，哪怕别的游戏的设计或者是关卡的设计或者是奖励的获得，我们都可以再讨论，再根据玩家的一个反馈你可以做出一个改变。但是服务器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是玩家的一个底线，因为进入不了服务器，玩不了一个流畅的游戏的话，很多人会得到的游戏体验是非常非常差的。那么我也希望官方能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。首先战斗通行证的这个页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两排不同的一个奖励，上排是普通奖励，下排是黄金通行证的奖励，只有当你购买了黄金通行证之后，你才可以领取下排的这些东西。那么这里边最后的一个100级的奖励是目前更新的这个新的虚无的传说英雄。那么这个新英雄呢，在100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取，同时你也在领取黄金奖励的同时，你上排的普通奖励也可以同时领取。关于这个奖励的购买呢，我有以下几个建议。第一点，对于氪金大佬来说，直接就买满吧，不用考虑这个是否划算或者是要不要等，因为一次性优先的拿到所有的奖励的话，还不用费心思的做每日的任务和每周的一个任务，这样的话氪金大佬可以做别的事情，把进度拉得更快一些。第二个就是中氪和微氪玩家，其实主要分两种情况。我觉得第一种是你每天的游戏时间是否的足够，如果你的游戏时间不是很足够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买通。但如果你的正常是用来游玩，游戏时间比较充足的话，我不太建议你一次的买通所有的奖励。对于第一点时间不是很多需要买通的玩家来说呢，我建议先买这个258这个黄金通行证加25级，然后再每级的买，因为人民币的价格每一级是6块钱，这样算下来的话会比你直接买满要省钱很多，因为这里边官方的这个价格计算是一个错误的价格计算。那么第二种，如果你是在线时间充足，然后你是正常可以游玩，包括每日挑战你都能够完成，游戏时间奖励你也能够都领完的玩家来说的话，我个人认为你就直接买黄金通行证最基本的这个不需要加等级的163，这个能够获得一个英雄和一个头像，还有经验值增加这个奖励。那么这个奖励我们是从1级开始做这个任务，你不用担心做不完，因为当你购买了这个普通的黄金通行证以后，你每一级所需要的这个牌子只需要10个，而不是像现在的20个。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，我现在先跳过这一段，我把这个基础的通行证给买了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买完通行证之后的一个界面，通行证是从2月12号持续到4月8号，这样的差不多2个月的这么一个通行证呢，我们可以争取每天把上下的任务都做完。那么首先第一点，不用怀疑这个通过打任务的方式你做不完，如果你哪一天遗漏了，你可以花6块钱买一个等级，如果你没有遗漏的话，你就可以完全通过做任务而免费拿到这么多的这样一个奖励。我们可以看不仅有鸡腿，还有体力包，还有钥匙，双倍经验，同时还有装备，是一个5星的一些套装，而且还有新的一个英雄，同时还有碎片雕纹，这些非常非常的合算。而且在高等级以后，从44级开始，我们可以领到的是6星的装备，而且还有神圣套装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划算的。而且我们来看每日任务是能够获得20块牌子的，每天的升级需要的是10块的牌子，因为第1级是有一个 bug， 从第2级开始的话就会每天只需要10个牌子了。
那么每天需要10个牌子，你每天可以升2级，然后一周是7天，你可以升14级。然后每周的挑战我们来看一下，每周挑战是能获得60个牌子，60个牌子也就是有6级，所以每周你能升20级。这样算下来，你只需要5周的时间，你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奖励，1个月多1周，你就能拿到这个虚无的传说英雄了。所以我觉得对于在线时间有保证，不是很着急的微氪、中氪玩家来说，我觉得我们不要着急。我们现在可以点开这看到，如果你现在官方又开始维护了，我得加快我的一个录制的时间。那么如果你现在按6块买的话，其实买10级只需要60块钱，比这个直接买10级要划算一些。我这个买法呢，一旦我买了163这个等级的这个通行证的话，我就没有必要再买满等级了，我就需要所有的任务都是我自己去完成，因为我不着急拿这个新的英雄以及这些所有的奖励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能看到所有奖励的一个内容，非常非常的好，6星的装备非常的多，只要我们运气足够好的话，能够获得非常好的一些属性的装备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当的。因为包括雕纹这些，我们需要在高级的阵营里才能够拿到，现在都能够先拿到一些作为一个应急的补充，同时对于体力、钥匙还有双倍经验都是非常丰厚的一个奖励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推荐的。特别是对于新手玩家，我觉得这个黄金通行证和每月的钻石礼包应该是你必买的了，这样很快你就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度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，我建议微氪、中氪玩家只买163，不买等级，就是普通的黄金通行证这个礼包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说完战斗通行证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新的英雄。首先第一个是这个虚空的一个新的胎武英雄、传说英雄。那么这个英雄呢，它的强度是非常不错的。那么这个英雄呢，因为有了新的 buff， 竞技场里抵抗一波流和点杀流的队伍呢，非常的强劲。虽然在实力相仿的情况下，我个人认为防守是永远防不住的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打你的人都有全面的卡池来克制你。所以新的英雄增加了你的防守机会，我觉得还是值得尝试的。同时在进攻端也有增加你保护你脆皮的一个能力。第二点，新英雄既然能够低成本拿，那么它就能够增加了很多新手玩家和新入坑的玩家这个度过各种20关卡的一个机会。因为这个技能加固这个技能，它能够有效的增加队伍存活的机会。这个加固我解释一下，这个加固是能够降低15%到25%你所承受到的一个伤害。第三点，这个新的英雄我为什么不着急拿？第一个原因，因为竞技场目前我没有实力去竞争白金段位，所以拿了它没有必要。黄金段位我目前绰绰有余的随便挂机。二是因为我其他场合的一个队伍都是已经稳定了，各种20层，我不需要通过这个新的英雄去增加副本里过关的一个机会。那么第三点最重要还是因为穷。接下来是雄鹿骑士这个英雄，这个英雄我个人觉得他因为输出是基于攻击力，同时他自身攻击力非常低，我们不可能堆攻击力而放弃他的生存能力，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的输出是不够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我不太看好他在公会 BOSS 里有很好的输出，而且他的一个降攻降防会断档，而且还有很大概率断档，而且你需要依靠天赋的增加1回合来弥补这个断档。它的被动倒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被动，我觉得增加50%的精准的话，会有效的能够降低队伍的一个精准需求，但是也增加了一定的风险。我个人对于雄鹿骑士我持保守意见，因为它的一个面板和它的伤害计算我是不看好的。第三点是一个冰霜女妖，这个是买了通行证之后你立刻能够获得的一个英雄。我非常看好冰霜女妖，因为它是一个蓝色属性的一个上毒英雄，和现在主流的红色属性的奥萨尔，以及一个绿色属性的武僧和绿色属性的钢珠这样的英雄呢，能够错开属性。同时它一技能如果它有中毒敏感，对方有中毒敏感这个减益的话，那么它上毒的概率是100%的，升满了技能之后，而且持续2回合，打2次就上2个5%的毒，非常棒。而且它的这个3技能呢，我觉得在等 BOSS， 特别是在公会 BOSS 这个场合里，如果等 BOSS 上了10个减益状态，或者是上了5-6个之后，它概率会非常的高。目前这个是25%的中毒敏感度，也就增强毒的伤害25%，
后续肯定会出一个史诗或者传说英雄，能有50%的中毒敏感度，这样的会比它更好一些。但是目前我看它的一个使用场合已经非常广了，在公会 BOSS 里我非常看好它能够增加公会 BOSS 里的一个输出，毕竟25%的毒伤害能够实际转化为的一个公会伤害值还是非常的高的。我非常非常看好这个英雄。当然在这我还是要提一句，我觉得官方后边肯定会出50%中毒敏感度的一个替代品，也是在公会 BOSS 里的。如果你非常有耐心的话，你可以稍微等一下。但是这个英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，我真的害怕它会作为新合成的一个材料，不得不用掉它。如果你想培养它，但是你又想合成新的合成的话，这是一个比较难的抉择。不过好在它是一个稀有英雄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都抽到它吧。另外一个墓地杀手，我个人不是很看好。这个英雄特色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用。它也是一个上毒英雄，同时还有一个低配的降防。我这个英雄不过多的点评了。那么下面是黑白熊，黑白熊主要是白熊的这个群降暴击率，配合上黑熊的这个被动的话，会非常的好用。它会很有概率的让对方进入一项技能进入冷却状态，升满了之后是100%概率的。所以白熊先手，黑熊再用3技能的话，不仅能够降低对方的攻击力，同时让对方所有人每个人有一项技能进入冷却状态，是非常非常好用的。我觉得这个黑白熊的搭配我非常看好，但是唯一的缺陷就是速度太低了，我不太看好它在竞技场里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。但是我觉得对于你在其他场合，比如说需要更多的生存能力，特别是小兵关卡，你不希望有一些小兵使用他的技能秒掉你的脆皮的话，黑白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我个人对于黑白熊的评价是属于中等，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一个英雄。我觉得它是用于阵营战的场合会更加有利一些，更加好用一些。想打高层阵营战的朋友呢，可以试一下这个黑白熊的组合，因为毕竟通行证到一定程度我们两个都可以获得。好了，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对新版本的一个通行证的一个推荐。如果你不知道犹豫该怎么买这个通行证的话，你可以看我视频的前半部分有详细的介绍。我觉得这是官方对于新入坑的玩家、新手玩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福利了。我觉得这也是新手玩家尽量缩短、尽快缩短那个练度差距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。毕竟这个赛季每2个月就能获得一个虚无的传说英雄是非常棒的，因为用子穗抽的话，你指不定你得100抽或者200抽才能抽出来一个，而且抽出来的不一定是非常适用的这么一个英雄。好了，喜欢我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击订阅、关注支持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